大家好，我是金鹿，大家好，我是文武，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两个爸爸养娃记。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消费观。那有时候我们会自问那我们住了一个很贵的大房子，但是呢，又开了一个很便宜的二手车，那我们的是不是逻辑不够自洽呢？所以说，我们就会反思一下我们的消费观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那文武，如果我们的消费观总结一下，有什么规律吗？那我们对自己很在乎的东西呢，我们就舍得花钱；对自己不怎么在乎的东西，我们就花钱比较少，就是该花钱的花钱，不该花钱的就不花。那首先说一下我们该花钱的地方，有什么东西是在乎的东西，然后该花钱的地方呢？那首先第一，我们非常在乎住一个足够大的房子。那我们的房子呢是有大概3000尺左右，算成平米的话大概是267吧。然后我们有6个房间。为什么要6个房间呢？6个房间就是首先它有一个主卧，那这是睡觉用的。然后我跟金鹿呢，因为长期 work from home，所以我们俩各自有一个 office。然后我们在买房之前，我们就想要有至少有2个小孩，那这样的话呢，一个小孩一人一个房间，这样加起来就有5个房间了。最后我们经常有客人来，或者特别是我们的双方的爸妈过来，那当然也要有一个客房，所以我们就最理想的情况就是要有6个房间。那我们现在就是这个情况。对，然后当初呢就找6个房间的房子还是挺难找的。对，其实大部分都是4个或者是5个房间的比较多。那我们的房子现在值多少钱了？曾经最高的时候，在新冠期间，美国这边房价疯涨，最高的时候接近200万了，现在有所下降。对，是2022年的4月份左右的时候 ，OK， 最高峰的时候。对，现在都已经跌下来了。是。然后还有什么我们比较在乎的地方吗？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俩的人生梦想之一，也就是生娃。那因为我们俩情况比较特殊，我们就以代孕的方式生了2个小孩，然后2个小孩总的花费呢，差不多有35万美金左右。我们也拍了2个视频，详细的说了我们钱花在哪了，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那还有什么在乎的地方吗？我想到一个。 OK， 什么呀？文武非常喜欢喝咖啡，每天都要喝好几杯咖啡。对，所以我们专门投资在家里面购买了一个咖啡机。对，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也是喝那种速溶式的咖啡，但是我发现实在是不好喝，然后我就特别喜欢喝 latte， 就是牛奶咖啡。那我就特地买了咖啡机然后买了咖啡豆买了咖啡磨粉机等等这一系列配套的设施，然后每天就自己给做咖啡喝，做的味道还不比那些什么星巴克的差。那说完了我们比较在乎的东西，那有些不是特别在乎的东西，我们就尽量节省。那比如说呢，就是比如说开车上面，我们2个都不是那种汽车的那种发烧友吧？发烧友，我们都不是。所以呢，我们刚来美国的时候，2013年底的时候，我就随便买了一个二手车，福克斯2012年款的，到现在已经10年过去了，当初花了14000，现在呢，我看一个网站给我的报价差不多有3000多块钱，但如果真要卖的话，可能2000多块钱就能卖掉了。 OK， 那确实不怎么值钱了。然后文武过来以后呢，我们也买了个小车，买一个 Toyota Corolla。 对，一个最经济实惠划算的一款车型，反正也够我们用了，我觉得开着也挺好的。对，我觉得在车上我们最在乎的就是实用功能，要经济，要实惠，要便宜。还有一个比较在乎的是颜色。对，我买了个大红色的，我还挺喜欢的。还有什么东西我们不是特别在乎，我们会尽量节省的吗？我觉得比方说我们买家里面的家具，我们90%以上的家具，或者说95%以上的家具，我们都是在宜家买的那种可拆卸可组装的那种家具，非常的便宜，经济实惠也实用。在这方面我觉得我们是也可以适当的改善一下了，因为我们家看上去非常的简陋。我觉得我们最好的一个家具好像就是那个
吃饭的那个桌子，一对个实木的桌，也是从宜家买的，对但是实木的，非常重，然后看起来比较厚重，看起来比较高端。那还有其他东西我们不是特别在乎，但是会尽量节省的吗？我暂时想不到了，你来说说。我们之前拍了一期视频，就是讲我们家里很多东西我们是自己动手的，比如说自己动手理发呀，自己去维护草坪，维护花园，维护泳池，这些东西尽量自己能动手的，我们都还是自己动手，因为美国的人工还是挺贵的。还有一个我能想得到的就是我们俩对那些名牌包包啊、名牌衣服、车子啊这些奢侈品什么东西，我们都不怎么感兴趣，或者说我们的消费的优先级还是经济实惠。那这些奢侈品带来的这些附加效应呢，我们也不是特别的在乎。我们也不怎么懂这些奢侈品。对，那你觉得我们为什么这么节省呢？在我们不是特别在乎的东西上面。我觉得其中一个我能立马想到的原因就是我们小时候，其实我们是80后的，那个时候中国还不是特别发达，然后我们俩的家庭呢，在那个时候也经济条件不是很好，我们从小可以说是经济比较困难，在这个方面呢，我们就受到了比较深远的影响，就是我们对金钱这个安全感不够。对，我也觉得自己似乎内心深处有一种比较深的一种不安全感，所以似乎可能小时候穷怕了，真的是说赚钱之后想把它节省下来，真的要有一定的积蓄之后才会有一点安全感。对，所以在消费上面我们就尽量的会节省。是的。再有的话，我觉得似乎中国的传统或者说亚洲的传统还是比较喜欢储蓄的，不像美国人这边就月光族，然后他们破产了以后或者没有工作了以后就流落街头，但是亚洲人普遍的还是喜欢攒钱存钱，储蓄率都比较高。那还有什么其他的消费原则呢？你想补充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呢，我们是比较注重体验而轻实物，就说我们很愿意去花钱出去旅游出去玩。记不记得？对，你记得我们都去过哪里玩吗？去过好多好多地方，我们基本上每年都会出去2次长途的旅行。我们有去过菲律宾的长滩岛啊，我可喜欢了，大家有机会一定要去看一看。然后我们还去过墨西哥的 Cancun， 也是一个旅游胜地。然后我们还去到了邮轮，这种老年人非常喜欢的这种旅游活动。还有你在英国在德国待的时候，我们也顺便去德国、英国、法国瑞士这边也玩了一圈。对，然后我们还特别喜欢那种很经济实惠的 road trip， 就是公路旅行，很长一段时间，比方说至少1个星期或者是10天到12天这种公路旅行。所以我们还是去过挺多地方的。对，我们其实挺愿意出去旅游的。对，所以这些旅行我们会经常会谈起来，谈一些旅行当中的感受然后经常会想起来当初旅行的时候发生的一些故事对，但是如果你要花钱买一些东西，你可能就享受、喜欢、开心那么几天，然后慢慢这个感情可能就淡了，你可能也很少去做很多回忆。OK， 所以我们就很在乎这种体验而轻实物的东西在消费上面。对，那未来你觉得我们的这些消费的原则或者观念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吗？我觉得有一点我们是可以改进的，就我们家实在是太简陋了。我们去参观过好几家美国典型的中产阶级的家庭，他们有一点让我非常的印象深刻，就是他们有很多的那种装饰，那种装饰看上去也挺有质感，挺有那种家庭的氛围的。但是我们家整个墙壁绝大部分地方都是光秃秃的，就没有一种很温馨的那种家的感觉。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这方面呢可以有一些进步。对，我也同意，我们可以买一些小的一些装饰品一些小的纪念品然后可以放在墙上面，把家里装饰的更加温馨一些。是的，那我们也可以持续的把我们这些消费观念的一些变化，然后我们收集一些艺术品，或者说提升我们的艺术品味的这个过程呢，持续的和大家分享。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啦，拜拜。拜。